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之前介绍过的那些小工具们最近都有哪些更新。会看到的有可以生成 SVG 向量图档的 Recraft， 制作动态影片的 Pika Labs， 还有换脸机器人 Pixie AI。各位可以根据时间轴的分段来选看自己感兴趣的部分。点个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新影片的通知哦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 Recraft。介绍影片是这一支，它是专攻向量 SVG 格式的 AI 绘图工具，也可以生成一般的插画跟写实图像。首先要告诉各位的好消息是，现在生成图像的比例终于可以不是正方形了。目前只有4个固定比例：4:5、5:4、9:12、12:9。不到其他 AI 绘图工具那样随心所欲的程度，但已经比最开始强制弹成正方形要好很多了。除此之外，更新的项目还有橡皮擦、选择背景、万圣节主题开关、打字功能，还有一些新风格。橡皮擦工具可以用来删除生成后你不满意的地方。在生成之后呢，从画面正上方的编辑工具区点选重绘旁边新增的橡皮擦，然后手动画线框出你不要的部分。这个范围不用很精确 ，Recraft 会自己去侦测范围内需要清除的东西。选完之后点 Delete， 它就会生成清除后的结果。不喜欢的话，你随时都可以点回你原本的图像，重新再来一次。这个功能因为你没有办法写 prompt， 到底会删除什么？除了你框选的范围之外，就全靠 AI 通灵。所以这个范围虽然不用太精确，但也不要太随便会比较好。同样在编辑工具这边，除了原本的移除背景按钮之外，新的背景选择按钮可以让你单独重新生成背景，但维持主体，并且保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，不会有太强的割裂感。不过呢，因为这个背景跟主体的区别，判定是由 AI 来判定的，并且它判定出来之后，目前使用者是不能手动去修改的。有时候比我想象的范围要大挺多，感觉这个功能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点一下选择背景的按钮，它就会开始判定背景，然后会出现这样黑黑糊糊的，放大看其实是斜线啦。这个区域就是被选中的背景部分。我真的想抱怨一下，这个显示方式看起来眼睛超痛的。接下来你可以完全改掉 prompt， 还有配色色卡，或者甚至换个风格都可以。没被选中的主体不会被重绘，所以可以做2个风格的融合。然后现在在选择某些风格的时候，会看到这个南瓜头小按钮 Halloween Nice， 它是一个风格加料按钮，会帮你的 prompt 增加一些万圣节的元素。不过我不太确定这个在 Halloween 过后还会不会继续留着，所以大家可以趁现在赶快去玩玩。那如果你想要做一些贺卡、贺图虽然说现在 Recraft 也可以在画面上打字了，但这个打字比较偏向功能性，类似于当你在做一个设计专案的时候，你可以附注一些说明文字或是一些设计理念的笔记，因为它可以选的字型非常少，而且操作起来我觉得不是很好用，所以如果你需要在图面上有一些好看的文字，可能做完图之后再转去其他的地方来加字会是比较好的选择。最后我们来快速看一下官方上架的新风格 Letter Art 跟 Illustration 这2大类各增加了一个万圣节主题风格， Icon 这一类新增了6种风格，2种 Offset， 2种渐层， 2种涂鸦。最后呢还多了一个 Logo 的大分类，目前它只有一个 Logo Symbol 的风格，这个东西蛮特别的，其他风格会根据你的 prompt 生成大概2到4个结果让你去挑，但是这个 logo symbol 它会生成的是一组素材。选择这个风格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输入框变成上下2半，上半部它请你输入这个 logo 要代表的公司的行业性质或类型描述，下半部它请你输入这个公司的名称。因为是生成非常简单的符号化 logo， 所以这边的 prompt 不建议写得太复杂，你可以像官方建议的这样去描述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，或是给几个你希望会出现在图面上的元素跟概念就好了。至于下面这个公司名称则会被直接写在生成内容之中。
它会给你5个结果，分别是去背纯色的 logo 跟4个带有主题配色的素材。它会帮你排一个4方连续的印花，我觉得这点蛮贴心的。等于说你可以很快的做完很多个概念打样，你要提供给客户或者是小组讨论，它都非常方便。好，那 Recraft 的更新就到这边，目前它还是完全免费的，还没有用过的人可以赶快去使用看看。下一个是 Pika Labs， 介绍影片是这一支，它是专门生成动态影片的 DiscoBot。自从介绍影片做完之后，它更新了运镜跟 Encrypt， 这个字是加密的意思，但它其实是一个类似于 ControlNet QR Pattern 的功能。等一下会来做几个实操，语法一样会全部整理到之前那个语法表里面。先讲运镜的部分，主要有3种指令可以下 ：Zoom、Pan、Rotate。要记得写的时候前面都要加上 Camera。Zoom in 跟 Zoom out 会拉近或推远镜头。Pan 的后面可以接上下左右，允许组合2个不是相反的方向，也就是说你可以 Pan 上左，但是不能 Pan 上下。Rotate 则是旋转画面，你可以写顺时针或逆时针。But 我测了一些结果，包含有给图跟没给图的，它的顺时针跟逆时针的方向跟我想的好像不太一样。Zoom in跟上下左右那些指令的结果都没什么问题，蛮准确的。我不确定是不是旋转对 AI 来说比较困难，但是它又不是说不稳定，它是几乎可以说很精准的相反。你要说它的方向是我隔着荧幕跟皮卡四目相对的方向，那它上下左右也应该是反的吧。总之这个指令有点奇怪，但它还是能用的。大家可以试试看，看看到底是我的皮卡坏掉了，还是说它的设计就是这个样子。可以在下面跟我分享你对旋转指令的测试结果。最后是新的生成方式 Encrypt， 它会把你提供的内容用比较隐晦的方式融合在生成的画面中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但它不是非常锐利的那种。在打字框输入斜线后，除了我们原本可以选择的 Create 跟 Animate 之外，你会看到多了 Encrypt Text 跟 Encrypt Image。一个是让你提供文字，可以透过指令来选择字型；一个是让你提供图片。如果你曾经使用过 ControlNet 的 QR Pattern 模型，你应该很快就会理解 Encrypt 的逻辑。基本上它是类似或可以说同样的东西。Encrypt 它一样可以在给 prompt 的同时，再给一张图片作为底图，但这次 Pika 不会完全参照着底图来生成，它只会把这个当做一个风格的参考。对它来说，更重要的是你提供的那些要融入的文字或者是图片。然后它也可以使用我们在 Create 跟 Animate 使用的那些指令，包含像是 Motion 或者是 FPS， 还有前面提到的那个运镜指令。目前 Pika 也还是完全免费的，还没用过的人可以赶快去试一下。最后一个是专注换脸功能的 DiscoBot Pixie AI。插个题外话，与 Pixie 技术同源的换脸扩充插件 Roop 已经确定不会继续更新了。作者发布的公告我会贴在画面上，也会把 Roop 的链接放在说明栏。Pixie 在最近陆续做出了很多重大的更新，那也因为 Pixie 它是有收费机制的，它确实把一些高品质跟强力的功能限缩在付费用户上。因此，如果你真的有喜欢它的成果，或者是你常有换脸的需求，以及你的手头比较宽裕的话，考量到开发更新的用心程度，我是蛮推荐各位可以付费试试看的。我们先从免费仔也可以享受到的更新来看起。强化嘴型判定的指令 M， 指定人物闭眼的指令 Shot， 这个要注意，跟其他指令不太一样，它需要打2个 dash。
我测试起来效果都算不错，闭眼有时候不会完全合上，但是眼睛不会再瞪得像铜铃一样，画面看起来就自然很多。付费用户独享的新功能呢，就更精彩了。但是因为我是个免费仔，所以这一边接下来画面上展示的都是由官方提供的范例图，新增了高保真指令，还可以再添加上锐利化指令，以取得更清晰的生成结果。老化指令可以按照输入的指来决定老化的程度，算是挺有趣的功能。最重要的是多了卡通化指令。市面上的换脸 AI 目前比较大的问题是，他们几乎都只能针对写实人像来运作，不管是你要换的脸，或是你要换脸的图，只要有一个不是写实风格的，出来的结果基本上都不好。但是目前 Pixi 的这个卡通指令应该是很大程度克服了这一点。另外还有个新消息，目前他们已经对付费用户开放了测试版的影片换脸，已经成为付费仔的朋友们，赶快去试试看吧。Pixi 的语法表我一样会整理在一篇文章，然后把网址放在影片说明栏。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，速也不速了啦，因为很多更新都是1-2个月之前的事情了。还是希望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。如果你喜欢，可以帮我点个赞，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的小工具是哪一个嘞？